自从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已经过去近13个月。乌克兰征兵年龄标准为18岁以上，60岁以下，局部地区甚至已将年龄调至到65岁。考虑到乌克兰方面多次延长动员令，并征召了大量的老弱人士上战场，能够看得出乌克兰确实已经没有男人可以用了。猫也查了一下，乌克兰战前总人口4000多万，其中男性占比46%，女性占比54%，女性比男性多出的300万，男女比例本就严重失调，并且最近乌克兰境内突然出现寡妇游行，许多失踪士兵的家属举着士兵照片、横幅等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高呼乌克兰再打下去就没男人了。大家是否有这样的疑问？如果冲突结束，乌克兰男性人口锐减，只剩女人的乌克兰又该如何快速恢复人口呢？本期影片，猫爷就以世界大战中人口损失最多的中、苏、德为例，来和大家好好聊聊战后国家是如何快速恢复人口的。大家好，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在这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点赞、订阅加小铃铛，精彩内容不容错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一战比起来，规模要大得多。一战虽然是当时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但是说到底，只是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因为分赃不均进行了一场战争，主要参战国也就那几个，而主战场也基本是位于欧洲本土，战争类型也主要是阵地战，对于平民的直接杀伤远低于二战。即使是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给某些国家带来了巨大影响，比如法国，由于大量士兵在阵地战中殒命，使得法国男性人口出现了严重缺口，这直接导致了法国战后社会发展与人口转型道路，甚至为二战中法国人的拉胯表现埋下伏笔。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人口问题则要比一战严重得多。首先是战争范围，二战德意日3个轴心国四处发动侵略战争，不断把原本处于和平的全世界拖入战火，亚洲、非洲、欧洲四处都能闻到硝烟的味道。纵览整个二战，一共有61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有超过20亿的人口被野心家们卷入战争。二战时期，人们不仅发明了杀伤力更大的新式武器，平民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也遭到了极大的损失。比如日本在中国制造的南京事件，纳粹德国则建造各种集中营，对斯拉夫人、犹太人采取了灭绝计划。战争期间有9000万的居民伤亡，这对于当时的世界来说是对人口结构的一次重创。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世界各国还需要在已经成为废墟的土地上进行重建，已经被战争摧毁的经济需要重新发展，卷入战争体系的工农业也需要回归正常。可是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人口作为支撑，而战争恰恰导致了人口极大的漏洞。就拿苏联来说，二战期间苏联一共损失2660万人，不仅有前线战死的红军战士，也有死在集中营的平民，而且这些数字中男性，尤其是正值青壮年的男性占大多数。这一情况与一战后的法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有人说二战几乎打光了苏联一代人。为了解决人口问题，苏联首先提前女孩结婚年龄，当时虽然没有立法规定，但是女孩在16岁就结婚已经成为了政府所默许的。而且为了减轻普通家庭的抚养负担，苏联政府通过推行一系列的福利政策来刺激生育，比如在申请政府分房的过程中，生育孩子越多的家庭能分到的房子则更好更大。除了物质上，苏联还从精神层面刺激生育，那些生了超过10个孩子的母亲还会被授予苏联英雄母亲的勋章。除了苏联，伤亡最大的就是中国，整个战争期间有1800万人死去，其中大多数为平民。中国与苏联相比，人口基数要更大一些，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在人多力量大等口号的号召下，中国的人口很快发展，以至于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时，人口数量已经到了要进行一定限制的程度。
而本期影片猫爷主要聊的德国，其情况与中国、苏联都还有所不同，最后解决人口问题的方式也更为激进。与中苏相比，德国在人口上并不是一个大国，在战前就没有上亿的人口，类似于一战时的法国。但是与战后法国相比，德国二战后阵亡人数要多得多。作为二战中伤亡人数第3的国家，德国的伤亡主要是军人。二战中，纳粹德国为了帮助扩张称霸，发动了数不清的侵略，这给其他国家带来伤痛与灾难的同时，德国人自己也受到了战争的制裁。整个战争期间，德国一共损失了700万成年男性，几乎可以说一场世界大战让德国所有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出现断层。这一点从战争末期德国人大量征召孩童、老人和妇女进入军队参战中可见一斑，连维持战争继续的成年男性都不足了，更别提有足够的人来进行战后重建工作了。当时的德国，年轻的女性要么守了寡，要么还未出嫁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结婚的男人。虽然相比苏联与中国，德国伤亡算比较少的了，但是德国的人口基数也少，而且伤亡者主要集中在特定年龄中的特定人群，这样的人口结构性缺失很难像苏联那样鼓励生育就能解决。因为此时的德国，就是女性想要生育也找不到结婚的对象。战争结束后，德国被分成了东德和西德，由于分别被苏联和美国驻军，从而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东德，这里的政府选择了和苏联一样的人口恢复方法，即大力鼓励生育，采取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奖励的方式。而在西德，这里的人们选择的恢复人口的方式则要疯狂得多。二战期间，狂热的种族主义法西斯为了延续所谓的纯正雅利安血统，挑选大量雅利安血统的德国军人与德国女性发生关系，并且是直接以生育为目的。希特勒这种做法，一是给了军人战前激励，其次在客观上也为战后德国人口恢复起到一定作用。这些新生儿在战争结束后，不是刚刚出生，就是正值童年。虽然他们的父亲大多在战争中失去生命，但是这些孩子却在一定程度上对改善德国战后人口缺口有一定帮助。但仅靠这些人种计划诞生的孩子有用吗？显然是没有什么实质性帮助的，因为战争结束时，这些孩子年纪还太小了，而失去父亲的他们，在失去了政府给予的帮扶之后，连生存都成了一个大问题，反而给本就脆弱的德国人口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此时的德国不仅仅需要有大量新生人口来应付日后苏联可能带来的威胁，以及为10几20年后的经济持续发展带来动力，也还需要大量现成劳动力来弥补本国男性的缺口。虽然许多岗位上已经有女人开始顶替工作，但是却仍旧不够。于是德国不断放宽劳工与移民政策，大量意大利、土耳其、希腊等国家成年男性以劳工的身份来到了德国。此时的德国人也不再像战争期间那样追求雅利安血统的纯正性，与外来移民结婚生子的现象在当时的德国十分普遍。大量外来劳工在德国娶妻生子之后，便能获得德国绿卡，一下子不仅解决了德国的新生儿问题，还缓解了成年男性不足。除了引进外来劳工，德国人还效仿别的国家，将女性结婚年龄大幅度下调，甚至一度将女性结婚年龄下调到15、16岁。由于适婚男性的人数低于女性，西德还曾经默许了一夫2妻的婚姻方式，借人家的丈夫生育孩子的现象在当时的西德也屡见不鲜。再加上战后美国驻军德国，美军的纪律性之低是全世界出了名的，而当时的德国缺衣少食，为了活下去，许多德国女性自愿向驻德美军出卖自己的身体。截至美军结束军事占领撤离德国，有几十万德美混血的孩子出生，而这些出生的孩子连自己的父亲都不知道是谁。虽然战后德国为了恢复人口出现了种种乱象，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来解决人口问题奠定了基础。10几年的时间里，德国人口增加了许多。在50年代引进的外来劳工逐渐引发了婴儿潮之后，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叶，德国的婴儿潮一度达到了顶峰。虽然这一波婴儿潮如今成为了德国老龄化问题的根源，但是却在80、90年代成为了德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伴随着人口的逐渐恢复正常，那些昔日疯狂的刺激人口增长的举措
也在发展中不断被禁止。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哦。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